3个人被困在纸板做的迷宫里，谁先找到出口就能安全的离开。他们必须穿过挂满蜘蛛的通道。3人没有退缩，勇敢地爬了过去，来到了新的房间。这里面有4扇门，白毛靠近其中一扇，听见了打呼噜的声音，这个显然不行。大伟那边听到了笑声，这个也不行。再看小特那扇门，虽然没有声音，但这也不是门啊，只是胶带粘贴的陷阱。那只剩下最后一扇了。白毛通过钥匙孔看到里面是空的，于是拿出铁铲铲门，只铲了几下就打开了纸板门，里面有很多气球，出口也被上了锁。大伟觉得钥匙肯定就在附近，白毛扒开气球找到了钥匙，赶紧把锁打开，继续前行。但是这个通道缠满了胶带，粘住了白毛的头发，他选择顶着胶带负重前行，而后面的大伟和小特老老实实的跟着。出来之后，赶紧帮白毛扯掉身上的胶带，才发现这个房间还有3个通道。大伟提议不如3个人分开行动，找到出口的几率更大。白毛觉得可行，电影里面就是这样演的。于是小特选择了左边的通道，大伟和白毛也紧随其后。小特来到另一个房间，一下就找到了出口，但是怎么打开它呢？他发现一个封闭的箱子，拿出小钳子拆开了它，里面有一个键盘。小特输入打开的指令，并没有反应，里面还有一堆线团。小特找到2个断头，把它们连接起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小特好奇地试了下，误打误撞打开了出口。小特继续前行，这边的白毛也来到了新房间，发现一个废弃的电梯，但是还可以移动，还有一个通风口，只能从这里出去了。白毛怎么都打不开，他发现电梯的旁边有个暗格，里面有一根很粗的绳子，还可以跟着电梯上下移动。于是他想到了好主意，使劲扯出那根绳子，绑在通风口上面，按下电梯的按钮，绳子移动的同时也拉开了通风口。白毛也太聪明了，他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大伟这边来到了图书馆，只有一些书和一支荧光笔，他很快发现荧光笔的另一头有灯光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隐形的文字。大伟关上电源，在墙壁上找线索，很快找到了一行字：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。你们知道是谁的名言吗？大伟找到了那本对应的书，另一面的墙上也有一行字：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。这又是谁的名言呢？还是大伟聪明，又找到了对应的书籍。其他2面墙上的文字也被大伟破解，他把这些书摞在一起，旁边的大门神奇地打开了，顾不得夸奖自己，大伟赶紧钻了进去。而小特这边竟然跑到了厕所，找到了出口也没有钥匙，他只看到3个坑里面满满的，难道钥匙会藏在里面？没有办法，小特闭着眼睛去打捞，终于在第3个坑里找到一支激光笔，他沿着门的框架画了一圈，用脚使劲一踹，真的打开了。他竟然来到了狱长的办公室，墙上贴满了犯人的照片，看到门卫还在睡觉，小特欣慰一笑，继续寻找出口。另一边的白毛来到了兵器房，那满墙的兵器让白毛很惊讶，他看到墙壁上有一个洞口，里面有个靶心，这不是小孩子的游戏吗？只要击中靶心肯定有事情发生。白毛选择一把小的开始射击，一下就打开了纸板门，前面是一个通道，白毛直接钻了进去。他来到了健身房，正好听到旁边有小特的声音，但是中间隔着一堵墙，怎样才能打开呢？白毛把哑铃粘在棍子上，然后砸向墙壁，竟然没有打开。他又返回了兵器库，拿到一把水枪，把整个墙壁打湿，再使劲一砸，终于打开了墙壁。白毛钻了过来，和小特汇合在一起了。他们发现墙壁上有一个红色按钮，这样的按钮出现在狱长的办公室，肯定不是好事。话音刚落，白毛就按下了按钮，警报声瞬间响起，惊醒的门卫开始闯入牢房。紧张的2人拿出一根绳子，缠在通风口上，使劲往外拉，再用脚一踹，打开以后赶紧钻进去。他们在通道里匍匐前进，正好碰见隔壁的大伟。白毛让他赶紧跑，门卫随时可能追上来。3个人在尽头相遇，白毛看到前面有一扇大门，很有可能是出口。大伟提议拆掉一根柱子把门撞开，于是他们合力撞向柱子，然后抱着柱子撞击大门，一次就打开了出口。3个人终于逃了出来，开心地跑到了大路上。不得不说他们3人也太聪明了，如果是你这样的迷宫，你能逃出来吗？3个人被困在纸板做的水下监狱，他们要躲过海怪的追击，找到出口就能够逃出去。刚被做完实验的大伟，小手已经变成了钳子，而小特躺在地上不能动弹。大伟赶紧用钳子帮他打开，旁边的洞里还关着白毛，他不理解大伟到底怎么了，吓得直后退。大伟一边帮他剪开绳子，一边告诉他们，这里是外星人的基地，最好赶紧逃出去，不然也会被同化。白毛环顾四周，只有一扇门可以打开，3个人赶紧爬了过去。这里可能是某个人的宿舍，外面还可以看到鱼群，很难想象这是在多深的海底。而大伟只顾着吃紫菜，你不是从不吃紫菜吗？这么反常，怕不是要变异吧？白毛找到一个保险箱，小特找到了听诊器和一把小刀，按照电影的情节，用听诊器就可以打开保险箱。白毛一边旋转按钮，
小特听到声音记录下数字，还真的打开了，里面有一个遥控器，按下红色的按钮，弹出来一个视频。基地的船长警告他们，不明生物占领了基地，如果还有生还人员，找到炸弹，彻底消灭外星人。这是让我们拯救世界吗？白毛突然很兴奋，他们继续前行。这个房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鱼，太漂亮了。而大伟竟然毫无障碍地和鱼儿聊起了天，这也太怪异了。白毛赶紧把他喊了回来。前面有一扇门挡住了去路，还好随手拿了那把小刀，割开玻璃就打开了大门。这里好像兵器房，还有一套潜水装备。正当他们仔细研究时，大伟竟然被渔网困住了。你是人不是鱼，钻什么渔网？太不让人省心了。这时警报声响起，过滤器损坏，氧气不多，没有氧气可怎么办？这时小特看到通风管道，提议可以换个过滤器。他把对讲机交给白毛，穿上潜水装备。大伟帮他铲下纸板门，小特自告奋勇去更换过滤器，而白毛和大伟两人继续寻找出口。前面有机关，白毛算好时间就爬了过去，大伟也紧随其后。小特这边成功来到了过滤室，看到过滤器被粘液包裹，肯定是外星人故意弄的。还好他学过化学，用空瓶子做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。装好之后，机器也开始运转，但是墙壁上突然出现了洞口，海水正在快速流进来。他着急地通知白毛，让他们赶紧找出口，不要等他了。说完就没了声音。白毛大声地喊也没有回应，他不敢相信就这样失去了小特。但是新房间让他立马打起了精神，里面关着2只怪物，就连船长也被同化了。这里可能就是外星人的实验室。他让大伟钻进实验胶囊里，肯定有秘方让他变成人类。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些药水和图纸，白毛选择了白色和蓝色的药水，没想到却加速了大伟的变异，把蓝色换成白色呢，还真的成功了。大伟恢复了正常人。这时小特从旁边的洞口钻了进来，幸亏他带了潜水装备，一点事也没有。3个人继续前行，终于找到了炸弹。他们把炸弹绑在铁链上，大伟控制着推杆运送到洞口，装载完成，但是却不能发射。原来他们没有放置信号标。墙壁上有一张图纸，清楚地记录着外星人的山洞。旁边的房间还有一艘潜水艇。白毛提议可以驾驶着潜水艇，把信号标放在外星人的山洞里，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。白毛决定和大伟一起出发。纸板做的潜水艇跑得很快，他们遨游在大海中，很快来到一处山洞。刚放好信号标，就被外星人发现了。白毛用石头击中了他，堵住洞口，就赶紧逃跑。小特这边误打误撞来到了驾驶舱，发现了2个开关，3个人也终于汇合。在小特的指挥下，他们一起拉动开关，信号标起了作用。刚站起来的外星人就被消灭了，然后控制着潜水艇浮出了水面。他们再一次自救了。3个人被关进了纸板做的监狱，谁先找到出口就能够逃出去。白毛和小特被铐住了双手，而大伟躺在一边不知死活。清醒过来的白毛试图救醒他，大伟一脸懵逼的醒来，鬼知道被关了多久，胡子都要开花了。小特递过来一把剪刀，白毛剪开大伟身上的胶带，大伟恢复了自由。他很疑惑，为什么只有他自己长胡子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白毛拿起床上的头盔，难道他们想偷走我们的记忆吗？大伟使劲想了一下，一点也回想不起来。这时他发现桌子上有一些瓶瓶罐罐，还有一本日记，里面记录着不同的化学公式。幸好白毛当过化学老师，可以根据这些公式制作出溶解手铐的药水。红药水加上绿药水，再加一些白开水，倒在手链上，还真的溶解开了手链。2个人终于解放了双手。白毛看到旁边有一扇门，还有一台电脑，但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小特觉得应该是没有通电，那怎么办呢？大伟忽然想到自己的腰带，裤子掉不掉的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赶紧逃出去。白毛找到匹配电脑的插头，小特打开下面的盒子，却没有连接的地方。还好白毛做过电工，他知道怎么连接电线，只要把插头剪下来，再拉出一根电线，用胶带结合就可以了，插在电脑上，果然奏效了。但是进入系统需要输入密码。大伟想起笔记本里有一张纸条，上面有一个重要的标记，只是小字写得太小了，他们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。2个人配合着输入密码，终于进入了电脑，大门也轻松打开了。3个人赶紧钻了出去，来到了另一个房间，这里可能是仓库，存放着衣服和物资。每人拿一个背包，开始搜集物资，在逃跑的途中可能会用到。白毛一不小心就把背包装满了。你是在逃生还是去旅游？这时他发现墙上有个红按钮，小特提醒他谨慎选择，白毛果断按了下去。前面打开了一扇门，这也太容易了，白毛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。这时大门突然关闭，再按按钮就没了反应，他们被强制分开了，剩下的路只能自己走了。小特和大伟赶紧寻找其他的出路。大伟找到一个老鼠洞，小特找到一面有回声的墙，拿起角落的斧子就砸开了墙壁。他们决定走自己的路。小特来到了卫生间，里面有2台洗衣机，还有一个智能马桶，这好歹也是个出口。研究了半天，还是算了吧，前面的大门竟然是开着的。
小特赶紧钻了进去。大伟这边竟然来到了射击场，看到大门被上了锁，他好奇地推动旁边的开关，射击目标还可以来回移动，后面怎么还有一个洞口？大伟好奇地伸头查看，里面竟然有一个摄像头。还好我的枪法很好，他拿起桌子上的玩具枪，一击命中目标，打掉了摄像头，然后钻了进去。里面有一个小推车，还有一条轨道，按一下墙上的按钮，小推车竟然往前移动。尽头有一个梯子，大伟捡了一根棍子防身，小心地爬了上去。看到门卫正在睡觉，大伟很想拿走他身上的钥匙，把一块磁铁粘在棍子上，偷偷地拿走了钥匙，然后再原路返回，试着打开门上的大锁，果然有一个可以打开。大伟继续前进，白毛竟然闯入了控制室，看到监视他们的电脑，如果被神秘人发现他们不见了，肯定会去追。幸好白毛迈过摄像头，只要把画面定格在逃跑之前的画面，就不会被发现。他打开后面的柜子，找到了内存盘，连接上电脑，找到最初的画面。刚刚操作好，就听到了脚步声，白毛赶紧躲在柜子旁。黑衣人看了一眼电脑，没有发现异常就走了，还真的骗过了他。白毛拿出包里的针孔摄像头，在墙壁上打一个洞口，确定另一个房间没有人，才钻了进去。另一边的小特发现了纸板电梯，他好奇地按下按钮，没想到电梯真的来了，就是不知道是通往哪里的。小特忐忑地上了电梯，当关上门的那一刻，突然就后悔了，这是要带我去哪里？小特来到了另一间仓库，里面有很多纸板箱，他看到箱子后面好像有出口，只是这些箱子太重了，他没有太多的力气去搬，或许可以借助一些工具。他在旁边找到一个橡胶圈，还有一个充气筒，他很快想到了好办法，把橡胶圈塞到纸板箱中间，再往里面充气，橡胶圈膨胀的压力瞬间推倒了纸板箱。小特还真是个大聪明，里面有一个老鼠洞，没有选择，他只能继续前进。穿过洞口，前面出现了一个泳池，味道有点大，不知道多久没有换水了，但是没有退路，小特只能硬着头皮前进。幸好提前拿了一些干净的衣服，把这些全部装进塑料袋里，鞋子也不能弄湿，然后塑料袋先走，小特紧随其后。穿过泳池，他来到了黑暗的房间，另一边的白毛来到了锅炉房，他好奇地转动开关，烧锅炉的管道竟然动了起来，身后有一扇大门，怎么才能打开它呢？白毛想到可以利用管道的冲击力，他拉出中间的管道，打开开关，喷出来的小球轻松打开了纸板门。白毛来到了新的房间，正好和小特碰到了一起，大伟也从旁边的大门钻了进来，三个人又汇合了。白毛发现这里是投放垃圾的地方，屋顶还有防火系统，如果这里燃起黑烟，防火系统会不会打开逃生门呢？白毛把熨斗扔进垃圾桶里，这么危险的动作，我们可千万不要模仿哦。燃起的黑烟瞬间激活了防火系统，逃生的纸板门嗖的一下打开了。白毛赶紧拔掉电源，用水浇灭垃圾，三个人赶紧爬了出去，终于找到了出口，获得了自由。四个人被困在纸板做的牢房里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安全的离开，唯一的逃生口就是身后的纸板门和通风管道。而白毛和大伟的脚锁上了铰链，小特和老王的没有，他们必须打开铰链才能逃走。大伟发现洗手盆的下面可以打开，里面是一瓶冷却液，用这个冷却链条或许可以去掉铰链。白毛赶紧试了下，使劲一拽，果然打开了。两个人很快解放了双脚，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打开牢门呢？白毛迫不及待地上下喷了2层，大伟使劲一踹，还真的打开了。小特向他们借用冷却液，白毛却说想要逃出去还得靠自己，最好是动猪脑子。大伟和白毛两人爬到了另一个房间，里面关押着很多犯人，而且还没有出口。这时一位大叔告诉他们，他知道出口在哪，条件是带他一起出去。白毛想了一下，觉得没问题。大叔告诉他，这堵墙的后面是一个通道，尽头有一间控制室，他让白毛打开31号牢房就可以了。两个人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扒开大叔手指的墙壁，还真的有通道，两个人赶紧钻了进去。另一边的小特和老王也在想办法。老王发现马桶的拉绳可以拉出来很长，用它缠住风扇就可以从通风口出去，只试了一次就成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两个人赶紧从通风口往外爬，爬到另一个房间，发现出口被上了锁。小特开始找钥匙，旁边有一具骷髅头，老王一点也不害怕，还从他旁边找到了钥匙的模具。难道他是没有及时制作钥匙被困死的吗？小特打开尘封已久的箱子，在里面翻找可以使用的材料，很快找到一把刀子还有纸板，他把纸板切小一点，放进模具里，沿着里面的纹路切出了钥匙的形状，接着赶紧去开锁，果然打开了。两个人赶紧钻进去。另一边的白毛和大伟也来到了新的房间，继续找出口。他们发现地上有2个奇怪的东西，看着也不像耳机和电话。白毛戴在手上试了下，大小正好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机械手臂？大伟打开旁边的开关，神秘的液体瞬间流到了手臂上，白毛只感觉小手充满了力量。等另一只手被激活后，他使劲砸在墙壁上，一下就被砸穿了。大伟赶紧追了上去，他们来到了洗衣房，唯一的出口很结实，
这时大伟想到电影里的情节，他把扫把掰开2半，用湿衣服缠在牢门上，再用棍子卷住往一个方向打转，牢门眼看着变形了，再转几下，牢门不堪重负的掉了下来。他们继续前行，小特和老王这边爬到了食堂，老王赶紧吃了一口面包充饥。小特找到了出口，但是打不开，他发现旁边有2根断掉的电线。老王过来提醒他，必须找到导电的物体，正好身后有一桶土豆。小特又找到2颗螺丝，把螺丝钻进土豆里，接上2根电线，大门神奇的打开了，里面是机关，只有这一个出口，害怕也要穿过去。老王计算好机关的频率，迅速穿了过去，小特也紧随其后。另一边的白毛和大伟竟然在修理坦克，还好看过相关的书籍，他们很快就修好了，然后一炮轰开了大门，里面的机关让他们望而却步，但是想要逃出去，他们必须穿过去。白毛开始计算斧头落下的时间，然后嗖的一下穿了过去，前面还有一个，还好2个人很麻利，成功穿了过去，来到了另一个房间。这里是健身房，将近有1吨的杠铃怎么都举不起来，这也太重了。这时老王和小特也来到了这里，白毛也找到了出口，但是打不开。大伟提议可以用杠铃砸开它，谁能拿得动？老王很轻松就举了起来，这也太轻了，大门还是打不开。小特发现墙上有一团电线，白毛拿着铁球就砸掉了它，大门也莫名的打开了。这个房间有一个舞台，4个人兴奋的表演起了节目，玩得正嗨时，一名波波乐冲了进来，躲在门后的老王一击打晕了他，然后赶紧堵住门口，意外找到了新出口，钻出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他们终于可以站起来行走了，上面还有一个暗格，然后打开玻璃窗，一个接一个的跳了下来。看到一辆直升飞机，4个人赶紧坐了上去，白毛启动飞机，他们终于可以逃离这里了。不得不说，他们也太有才了，如果是你，你会用什么方法逃离这里呢？